周至少70次。45岁男子癌症晚期，医生强调多次就是改不了。54岁的孙叔每天忙于工作，压力大时就靠抽烟解压，一天10来根烟，时间一长，竟然1周就抽了70根。每次身体不舒服时，他都觉得是小问题，不愿去医院。朋友劝他去医院检查，但孙叔还是不当回事。终于有一天，身体实在扛不住了，他才去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结果出来的那一刻，孙叔愣住了。医生告诉他，他的肺癌已经到了晚期。医生摇头叹息，孙先生，我之前就提醒过你很多次，得早点戒烟，但你总是不听，为什么那么多人明知道吸烟不好，却还是戒不了？孙叔的遭遇是否也在提醒你或者你身边的人呢？一周70次的背后。孙叔今年54岁，平日里工作忙碌，压力不小，手头总是离不开烟，每天抽个10来根，心情烦躁的时候，一天的量能翻倍。一次他自己算了算，发现1周下来，居然抽了70根烟。虽然他也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总是安慰自己，抽1根少1根，等忙完这段时间再戒。可是忙完再戒这句话，他已经对自己说了很多年。偶尔的咳嗽、喉咙不舒服，他都当成是天气变化或者是工作太累。孙叔习惯了随身带烟，朋友聚会、工作应酬，甚至家里闲下来也要点上1根。他常说，抽烟让人放松，戒了不知道拿什么打发时间。直到有一天，他在和客户开完会后，胸口突然有点闷痛，他没多想，觉得可能是工作压力太大。他的老朋友李娜提醒他去做个体检，你抽这么多烟，身体再强也扛不住啊。孙叔虽然嘴上答应了，但心里并不当回事，总觉得自己还年轻，身体底子好，暂时没啥大问题。然而，身体可不会因为他自认为的好底子而给他放假。孙叔这才开始担心起来，终于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结果出来的那一刻，他呆住了，肺癌晚期。医生一边翻看着他的检查报告，一边摇头叹息，孙先生，你这个情况确实是抽烟抽出来的。医生告诉他，长期吸烟的人肺部受损非常严重，尤其是像孙叔这样每天都抽大量香烟的，肺癌的风险要比不吸烟的人高很多。烟草中的有害物质会破坏肺部的正常细胞，时间长了，癌细胞可能会悄然生长，等到明显症状出现，往往已经到了晚期。他回忆起，每次去体检，医生都会提醒他要戒烟，可是他总觉得这事儿没那么急，等过几年再说也不迟。现在想来，这些警告他都当耳旁风，结果病魔却不等他。抽烟不仅仅是伤肺那么简单，很多吸烟的人以为只有老了才会得病，实际上像孙叔这样的案例，在中年阶段确诊肺癌的并不少见。每周抽70根烟，不仅让他损失了健康，还让他的家庭陷入巨大的痛苦中。治疗费用昂贵，治疗效果有限，即便是用最先进的靶向治疗，也只能延长几年的生存期，治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每年因为吸烟导致的疾病数不胜数，但真正愿意为健康早做打算的人却少之又少。很多人等到身体亮红灯了，才意识到吸烟的严重后果，但到那时，往往已经悔之晚矣。为什么肺癌成为吸烟者的头号杀手？肺癌一直是吸烟者最怕听到的疾病，但它的发生率却居高不下。每一口烟吸进去都会带来上千种有害物质，其中不少是已知的致癌物质。这些有害成分不断刺激，破坏肺部细胞，时间一长，细胞开始发生变异，癌症的种子便种下了。吸烟者的肺部就像是一个长期暴露在烟雾中的房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肺部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健康，清洁能力下降，毒素堆积，正常的细胞开始变异，癌细胞逐渐形成。据统计，长期吸烟的人患肺癌的几率是非吸烟者的15到30倍，尤其是每天抽烟超过20根的人，风险更是直线上升。很多人抽烟成瘾，觉得只要不出现大问题，抽几根烟没什么。可是等到问题真的出现时，往往已经是不可逆转的病变。不仅如此，吸烟还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力，肺部是人体与外界直接接触的窗口。正常情况下，它有自我保护的机制，可以过滤掉空气中的有害物质。然而，烟草中的尼古丁和其他毒素会削弱这一防御功能。
使得肺部更容易感染细菌和病毒，也更容易让癌症趁虚而入。除了肺癌，吸烟还和其他疾病紧密相关。每吸一根烟，身体就要承受一次打击。这种打击不是立刻显现的，但日积月累，后果却是致命的。很多吸烟者在确诊癌症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处在高危状态。当肺癌确诊时，病情往往已经进展到晚期，治疗变得异常复杂和昂贵，生存几率也大大降低。3. 肺癌晚期还有希望吗？肺癌晚期听起来像是判了死刑，但在现代医学的进步下，事情并没有那么绝望。虽然肺癌晚期意味着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其他器官，治疗难度增大，但现在有很多新的治疗手段，可以帮助延长患者的生命，提高生活质量。过去，肺癌晚期的治疗方式基本是化疗和放疗，化疗虽然能杀死癌细胞，但也会对身体的其他正常细胞造成伤害，副作用非常大。很多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不仅要承受癌症本身带来的痛苦，还得忍受化疗的强烈反应，比如恶心、呕吐、脱发、免疫力下降等等。但现在，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出现，为晚期肺癌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靶向治疗顾名思义，是通过靶向某些癌细胞特有的基因突变或蛋白质来精准打击癌症，而不像化疗那样无差别攻击。免疫治疗则是另一个重大突破。简单来说，癌细胞在人体内非常狡猾，它们能够伪装自己，躲过免疫系统的攻击。免疫治疗就是通过重新激活人体的免疫系统，让它识别并攻击这些伪装的癌细胞。虽然不是所有的肺癌患者都适合免疫治疗，但对于那些适合的患者，这种疗法能显著提高治疗效果，甚至让癌细胞完全消失。即使如此，现代医学的进步已经让肺癌晚期患者的生存期从几个月延长到了几年，甚至更长。对很多患者来说，这段延长的时间非常宝贵，不仅可以继续与家人相伴，还可以有机会尝试新的治疗手段。医学不仅是药物和技术的较量，也是心理和身体的双重战斗。很多患者在积极治疗的同时，通过运动、健康饮食和心理调节，提升了身体的抵抗力，战胜了病痛带来的沮丧感。4. 戒烟与体检是避免悲剧的关键。戒烟不仅能让肺部逐渐恢复健康，还能显著降低患肺癌的风险。对长期吸烟者来说，戒烟就是最重要的一步，而定期体检则是另一道保险，帮助及时发现潜在问题，避免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机。戒烟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吸烟多年的老烟枪。研究显示，戒烟5年后，肺癌的风险可以降低30%以上；戒烟10年后，这个风险会下降一半。这是因为肺部的细胞具备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当你停止吸烟，肺部会慢慢清理那些积累的毒素，恢复部分功能。很多人觉得戒烟很难，尤其是那些已经有多年烟瘾的人。但是，现在有很多辅助工具和方法可以帮助你成功戒烟，比如戒烟贴、戒烟药物，甚至是专业的戒烟辅导。没有人希望看到自己的亲人因为吸烟而得肺癌，甚至丧命。与其让家人承受这样的痛苦，不如尽早做出健康的选择，戒掉烟草，给自己和家人一个健康的未来。除了戒烟，定期体检也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有多年吸烟史的人。咳嗽、胸闷、气短，这些早期信号很容易被忽视，认为是感冒或者压力大导致的。如果不进行检查，癌症可能会悄无声息的发展，等到症状明显时，往往已经无法手术治愈。定期体检能够帮助早期发现肺癌等疾病，尤其是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可以有效检测出肺部的微小病变。有些人担心检查费用太高或者麻烦，其实相比癌症晚期的治疗费用和痛苦，体检显然是值得的投资。孙叔的故事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如果他早些戒烟，早些进行体检，或许结果会截然不同。正因为如此，戒烟和体检这2项健康选择显得尤为重要。它们不仅能够减少疾病的发生，还能让你在出现问题时第一时间得到治疗机会。对于吸烟者来说，尽早戒烟，定期体检，远离肺癌和其他相关疾病，才是避免悲剧的关键。结语：戒烟和定期体检是避免悲剧的关键。定期体检，尤其是对吸烟者，
通过低剂量 CT 检查能够早期发现癌症，提高治愈率。孙叔的故事告诫我们，健康是无法重来的，只有早做决策，才能为自己和家人留住美好人生。预防永远胜于治疗，任何一时的享乐都无法与健康长寿相比。通过戒烟、体检等措施，我们有机会避免成为下一个孙叔，让自己的未来更加光明。